穆小姐，那个我们司令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。 穆小姐，小叔叔他喝多了。顾小姐，真是麻烦你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哦，好。哎，你留下。啊，小叔叔。 我来都来了，你还麻烦人家顾小姐干什么？谭四，在，送他回去。是。我不回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。我没事，你想多了。那天你在我家里突然就走了，之后市里服又失约，现在又喝成这个样子。 你还非要顾小姐留下来照顾你？双儿是我的家人。难道只有你能不眠不休地照顾你青梅竹马的徐光耀，就不能我亲手养大的双儿照顾我吗？所以你是在和我翻旧账吗？没有，穆小姐。 小叔叔他喝醉了，说胡话呢。我没翻旧账，实话实说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约法3章的第1条是什么？好，你不说，我说。第1条就是。 既然互相合作，就要彼此信任。信任个屁！你半夜闯到我办公室来，不就是不信任我？我没有不信任你，我是真的想留下来照顾你。如果你一定要顾小姐留下，可以，我可以走，但你得告诉我理由啊。所以你是不打算告诉我实话了，是吗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，依然选择相信对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还是相信你。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。 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，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。顾小姐，那就有劳了。我。 小叔叔，你干嘛呀？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那样说？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了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以为不信命的，我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问题，什么都难不倒我。
但是现在，你走吧，我睡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妈，玄灵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。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就是这么善变，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啊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依然选择相信对方，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相信你。司令，廖先生到了。廖先生，玄林，那批货已经过青岛了，3天之内就应该到上海。我会安排的。那你跟穆小姐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。那穆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，就算穆志远做了什么错事，那跟她也没关系呀。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，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到此为止呢？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一辈子这么长，我如果不管不顾的就娶了她，这根刺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。我怕我会伤害她。我答应过她，我这一辈子要爱她，保护她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娶她。廖先生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说，我想让您帮我找一下谢尔盖洋枪队当年的队员，因为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敢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你放心，只要这帮人还活着，我一个不少的给你找来。玄林，这是？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。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，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，双儿的新片也要上了，必须先把欠款结清。人我带来了，你安排一下。我安排什么？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？是，本来没有关系，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，大华公司欠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。凭什么？没有凭什么。
我只是来通知你的。有钱也不能乱花。我问你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还？因为双儿的新戏要上了，不还钱就上不了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，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其他的，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这次给了钱，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？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？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？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。我懂了，在穆家，我说了不算，对吗？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讲道理。我上海堂堂的司令，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？真当我吃软饭的了？雪莲，好，老子不求你，老子有别的办法。你干嘛呀？吃枪药了？双儿，你放心，你的芯片一定会准时上映。他穆家不帮你，有的是人愿意帮你。各位老板，我以司令部的名义担保，欠你们的钱如数奉还。各位请回吧。双儿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叔叔，你刚那么对穆小姐也太过分了吧？你就不怕她不理你啊？他最好别理我。停车！您不能进去。我来找你们司令。穆小姐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婉清小姐，怎么了？我来找你们司令。哦，我们司令不在，请回吧。今天你要么开枪打死我，要么就让我进去。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，穆小姐，谭四，门口的卫兵都是摆设吗？懂不懂规矩啊？你不要怪他们，我自己进来的。我就想当面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撤掉民团？为什么连穆公馆的卫兵都要撤掉？滚出去！军务上的事，你无权过问。
无权过问。木公馆的卫兵你可以撤掉，但是民团是我华商总会的，保护码头天经地义。你敢不敢当面给我个理由？比起跟你们穆家，跟约瑟夫合作更划算。他把码头借给我运货，我让我的民团兄弟去保护外滩码头的安全，有错吗？我不信，你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人。那是你不了解我。一个能在乱世混得如鱼得水的人，会是君子吗？如果我不这么见利忘义，早就被啃得连骨头渣儿都不剩了。玄莲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跟我不用演戏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？你跟我说，我会保守秘密的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。但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好端端变成这样？你就当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混蛋吧。可你明明就不是啊！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？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连原因都不知道。只是你不知道。我真的好累，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。那就别坚持了。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。好，既然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吗？10年前，我爹押送军火，途经江浦，被一伙人偷袭，全军覆没。他们用的是开花弹，杀伤力极强。这种子弹，各国的正规军都禁止使用。我爹在死的时候，胸口都被炸掉了大半。那伙人是谁？
10年前，你爸爸替徐伯钧押送物资也经过江浦，他雇佣了一队白俄的洋枪队，这帮人用的就是开花弹。雇佣的理由是战斗力高。我不信，你不信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回家翻翻你家的相册，看看你爸和洋枪队的合影，而且我还找到了当年洋枪队的队员，就是他告诉我，是你爸杀了我爹。我最多做到不恨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看啊，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。现在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你那日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？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。哎，徐督办，你不能进去。徐督办，徐督办，徐督办，你不能进去。徐督办，司令，徐督办说要回自己的办公室拿东西，我也不好拦着。拦我做什么？做了亏心事，不敢见人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我跟他单独聊聊。是。你和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！没想到，徐督办也会看这种八卦小报啊！我刚从穆家过来，从穆家得知，这些天你对婉清很是冷淡。婚礼的事，你都让她一个人操办，连礼服都不是。现在为了一个顾月霜，却闹出这么难看的丑闻，你对得起婉清？对得起穆家世伯在天之灵吗？徐光耀，我跟穆婉清的事，
轮得着你插嘴吗？我是他哥哥，我不准有人欺负他。所以呢？啊，这么说，我得管你徐督办叫一声大舅哥了。你叫我什么不重要，我只是希望你能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。你说要为婉清挡住所有的黑暗，为她争取一丝光明，不敢死，不敢输，怕她难过。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，你做到了吗？你言而无信。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啊？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们徐家之前确实对不起婉清，只是以前吗？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，谁干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没有怀疑过吗？徐远在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。我说过要守护他一辈子，我说到做到。守护一辈子，当他哥哥对吗？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他吗？你现在不想他吗？我退出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他，而是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但如果他看错了人，选择了一个混蛋，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。管得着吗？就算我是个混蛋，我不要他，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我，他也不可能跟你走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别再烦我了，知道吗？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真的是个混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既然你来送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全身而退。你认输吧。你还在帮这个女人。当年她的父亲杀死了你的父亲。如果你要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你现在就杀了他。应该杀的是你。你以为你收买了那个谢尔盖，就真的天衣无缝了吗？是他吗？对的，他说不认识。你敢骗我？我找到了谢尔盖、洋枪队当年的同伙，他们告诉我，在江浦曾经遭遇了一伙用开花弹的日本马匪，而那个领头的，就是和谢尔盖在日俄战场上交过手的日本老兵。这个日本老兵就是你，山下纯一。没想到你一直在跟我演戏。没错，老子就将计就计，本来想留你这条狗命多活几天，可是你自己找上门，咱们新仇旧账，一起算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
那我就要看一看，你有什么本事来要我的命！最好别动枪，要动枪，我们谁都活不成。杀你，不需要动枪。莫停！婉婷，把图纸给我。你知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在利用你？他想把明火扔进管道，点燃整个上海的煤气灯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后果就是穆家彻底完蛋，你和谭玄林也会彻底完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？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，让整个上海陪葬吗？私人恩怨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失去这一切吗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会死吗？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，我让整个上海陪葬，怎么了？你疯了！你给我走！不，给我走！别动！给我放开！别动！别动！你放开！我停！放开我！我不跟你走，跟我走！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放开我！管道紧给我打开！婉清，走，快走！
来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你不要来找我！不要来找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要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来，快快快！好。双儿死了。徐伯君干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照顾好他。你知道吗？在我来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我怕我晚来一步，如果你在。我们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没有算到徐伯爵会对顾小姐下手。我以为我瞒得很好，你是怎么识破的？其实那天回家看到照片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洋枪队是不是在江浦和人交过火？是啊，遇到一股马匪，不过有惊无险。马匪？遇到的不是军人吗？洋枪队那是帮老爷押货的，怎么能对军人开枪呢？对不起啊，之前说了那么重的话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才瞒着我的，但我真的好庆幸你是骗我的。那我瞒你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那天你在我家看完照片，突然就不辞而别，我就在猜是不是穆婉婷在相册里做了手脚，所以这些天我就一直盯着她。我发现私底下她和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有来往。我就觉得他们要对我下手了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弄了一批西药到穆家的仓库。我就害怕他们要对付你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直到廖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摆脱了山下纯一的监视，乔装去了码头。
我到了码头，正好看到那批军火上岸。我为了拖延时间，把6号仓库和9号仓库的牌子调换了。又担心管事拿钥匙来开门的时候很快穿帮，说来也是运气好，那天刚好有一个管事喝醉了，我就打电话支走了另一个管事，把6号钥匙的位置和9号钥匙的位置交换。哦，先生，门口有一个您的包裹。我。我刚换完，左参谋的人就来了。那个喝醉的管事就带着他们去了9号仓库。开门，6号仓库的门。就这样，在你们检查9号仓库的时候，我调走了6号仓库的军火，又把钥匙还了回去。而且在出货单上写下了山下纯一落户在日本商会的名字。麻烦填一下单子。最后呢，又让穆管家把出货单放在那批新药里，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婉清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，怎么办？可是通敌是死罪啊，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？那你就不怕吗？为了你，我怕什么？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在司令部对我说你父亲的死和我家有关系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怕。我觉得我全身的血都冻住了。对不起。那天没有人在场，你没有必要和我演戏。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因为在你来之前，我意识到，这个山下纯一很可能是请君入瓮。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你彻底离开我，我怕你有危险。抓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，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。他们去银行干什么？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，并且在同一时间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。不对呀。难道说他们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？这些钱其实是用来补偿他们的。又或者，他们被抓只是为了迷惑我们？这个山下纯一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放我进去！我要找你们谭司令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糟了，我们中计了，中了徐伯君和山下纯一的计了，绝对不能让婉清卷进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山下纯一和徐伯君到底要干什么，
他们怎么对我都无所谓。但是你是我的软肋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我不想当你的软肋，我要当你的盔甲。你是我的平安符。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保护你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爹，连累了双儿，差一点连你都护不住，还要你豁出性命的去帮我。这不怪你啊。我爹死后，我为了让谭家军继续活下去，就过上了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生活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成王败寇，只要我赢了就行。可是，一次次经历的险胜，让我意识到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会怕。我怕在刀口上过这样的日子，我怕我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人被卷进去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廖先生曾说过，这个世道让我们每个人都裹挟其中，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。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钧曾经也是反抗清廷、推翻帝制的人，可是现在呢，却做了一方土皇帝。我怕，我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变成下一个裴勋，下一个徐伯钧。我相信你不会的。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我选择了你，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动摇。日升昌号会在泉州靠岸，那里已经是你们控制的区域，如果及时接应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穆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，我替前线的将士谢谢你。没事，玄灵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是啊，廖叔，不用客气，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。虽然这次他们没有发现什么，可是那个裴勋心里面肯定扎了根刺。这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个上海王啊，听起来风光，其实呢就是泥菩萨。之前要防着徐伯钧，现在还得防着裴勋。等你们真的打过了长江，整个上海啊，肯定是你们第一个要拿下的。怎么，也要防着我了？没有。但是你们共产党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独立团，号称铁军，自北伐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先不说我们的交情，就说是硬碰硬吧，我都没有信心能打赢你们。再说了，我带兄弟们来上海是来过好日子的，又不是来当炮灰的。如果是替裴勋当炮灰，那就更不值了。看来，你已经有主意了。廖叔，我想走条新路。新路？
这事儿啊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走新路，就意味着要抛下旧包袱，包括你现在所拥有的地位、权利，还有财富。廖叔，今天拥有的，明天也会失去的。你说的对，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，没有谁是赢家。与其争名夺利，不如为这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所以廖叔，我想和你们一起，为改变这个世道出一份力。我和组织上会全力支持。前几天，我叔叔谭子杰在江城病故了。他常年不理军务，这军权一直有几个手下的师长把持着。这革命军已经在长江对岸与江城对峙，万一这战火燃起，江城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。我跟谭家军的兄弟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是江城人。虽然10几年没回家，但是江城毕竟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看着江城被战火摧残，更不愿意看着父老乡亲们受苦。我是谭家的人，始终有一份责任在。我想向裴勋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带着谭家军的兄弟们回到江城，脱离北洋政府，投奔革命，让江城免于战火。那革命军那边知道你的打算吗？知道。我给廖先生发过电报，他已经说服了司令部，让江城对岸的革命军停火，配合我行动。既然万事都具备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青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会拜托吴相应，保证你和穆家的安全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喊的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你当时说上海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你守着上海，我守着穆家，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。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，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不带家眷的？上海，我要走了！上海，我们要走了！你要跟我回江城？
是啊。那天廖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虽然穆家现在富甲一方，但其实也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军阀按在砧板上。现在革命军步步紧逼，各地军阀也变本加厉，很多地方的税都收到了50年以后，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但是穆家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这生意人不比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。虽然上海易了主，这生意可能困难一些，但是至少能撑下去。你没必要跟我一样做这样的生死抉择。是啊，我们穆家是生意人，不管是徐伯钧、裴勋，还是革命军来了，我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上海一样过日子，我穆家的生意就一定能做下去。但那是认识你之前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肯定这一辈子就这样做生意了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的心也变大了呀。这个世道是个大变局，在这个大变局中，只有棋手可以做生死抉择，而棋子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你想做棋手？如果不是棋手，再精彩的棋局也是别人的，我不甘心。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。反正还有你护着我啊。安青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盘棋我们不会输。我信你。等我们的行动成功了，我们就在江城结婚。我让我爹、我娘、我大哥，还有我们谭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来看看我有多么好的一个媳妇儿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放心把这个小子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疼他一辈子，我会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是一个人。好。东西都放好了啊！哎，小崔，赶快去厨房把那个海鲜干货都带上啊！是。哎，这个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也要小心。我只是去江城，又不是去野营，哪用得着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多带一点是一点。江城那个乡下地方，能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呀？是啊，谁让你们家大小姐看上我这个乡巴佬了？哎呦，谭司令啊，哎呦，您别见怪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方叔是心疼我，有口无心，你还计较？我知道。哎，方叔啊，你们也都放心，江城呢虽然比不了大上海，但是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照顾好晚清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司令小姐，那我去忙去了啊。好，请。真是的，你都吓着他了。怪我。司令，司令。四小姐发来电报，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。她让你和穆小姐千万珍重，不要挂念她。她还附了一首诗：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愿君摘取南海月，散落清辉到江城。
他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。司令，穆小姐，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？这广州的古称是南海郡，这诗的最后2句是祝愿玄林早日脱离北洋政府，拥护国民革命。但是司令，一旦我们公开拥护革命，那就意味着跟北京政府彻底决裂，那四小姐在北京可就危险了。如果裴军再拿她当做人质的话，那我们是进退两难啊！现在只看裴少军能不能不负所托，保四小姐平安无事了。谭四，你现在去报社，以我的名义登一份声明，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榆，生性顽劣，忤逆长辈，私自离家与裴少军私奔，寡廉鲜耻，为家法所不容，故将其开除出谭氏宗祠。即日起，无论生死，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。不，司令，你疯了！这个声明一出的话，四小姐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给她找了退路，是她不回来呀。可见，她已经认定了那个裴少军，即使是千难万难，也不会回头的。登了声明，四小姐就不再是谭家的人了。这样，就算裴勋抓了她，也拿她没有办法。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。我终究护不了她一生，她自己选的路，就让她自己走吧。去吧。想到以前了。我爹死后，谭家军就被罗炳文撤销了番号，这江城又归入了徐伯钧的地盘。有家不能回啊，一直漂泊在流浪。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来了。只不过这一切都变了。我明白，我刚回上海的时候，走进木公馆那一刻，也是这样的感受。明明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却恍如隔世。来，粒粒皆辛苦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真闹心啊！你还有我啊！是啊，还有你，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孩子。会在这里玩耍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生几个，生他一个牌怎么样？你想累死我啊！司令，司令，有一名叫刘富的师长求见。刘富，刘叔，快请他进来。好。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个陈少武并不欢迎我们。这时候，这个刘师长来干嘛？这个刘富啊，是我爹的老部下了。当时我们在当马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一起学过骑马呢。但这10年没见了，难免不是一条心。今天这个陈少武，摆明了就是要和我翻脸的。我想要坐稳这个位置，就必须要得到这些老师长的支持。
在这里面，我认识的只有这个刘叔了。可他靠得住吗？但我想赌一把。二少爷，刘叔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当年你离开江城的时候，还是个10来岁的半大小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威名赫赫的一方镇守使了。刘叔，你也没变，来，快请坐。哪儿没变呢？我都老了。刘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，穆婉清。刘叔好。这姑娘的气派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要是你爹你娘看到了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了。嗯。六叔，这1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回来祭拜过，我太不孝了。哎，这不能怪你。你一个人也够不容易的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这香烛供果，我都替你记着呢。你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刘叔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进城的时候，姓陈的，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陈师长这些年来一直代理军务，劳苦功高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江城镇守使他是不二人选。他心有怨言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？刘叔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我怀疑你子结树不是病死的。请。请。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军中无帅，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人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，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瘾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林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陆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
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，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，江城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，税收到了几10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年轻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，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都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，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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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还没睡啊，婉清？镇守使大人也太忙了吧，这么晚才回来。刚才在忙士兵安顿的事儿，事情有点多。那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我煮了莲子汤，进去喝一碗。婉清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我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？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，送一封信给徐光耀。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？出什么事了？所以刘父是想跟着我找到徐光耀，今晚才没有动手。是，而且这电报局很可能已经被他控制了，不安全。所以你出城，第一是拖住刘父，第二呢，是赶紧让徐光耀派兵前来支援。可是刘父手下有2万人，
你只有2000人，你能支撑得住吗？这刘父呢，一直在养病，而且他手底下的兵久不操练。我谭家军可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撑到徐光耀前来支援，肯定没问题。可是光耀哥现在在淮南前线，最早也要后天早上才能到，以一敌十，我不放心你。你男人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？啊？好啦，放心吧，以少胜多的仗我打的还少吗？而且我之前答应过你的，以后的事不会再对你有任何隐瞒。所以，我说能撑住，就一定能撑住，你要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好，那我让谭四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。万青，我们现在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还是等你回来。我觉得不草率啊，反正我是想好了，铁了心让你做我的丈夫。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如果这辈子我能有个老婆……如果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有别的想法。那既然没有别的想法，就过来把卖身契签了。签了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说话跟土匪似的？谁让我看上你这个马匪崽子呢？不有点土匪做派，下半辈子怎么镇得住你啊？我哪里写的不对吗？你这国语是日本老师教的吧？韵脚都没押对啊！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生死相依，还是不想和我不离不弃啊？我说韵脚，你扯哪儿去了？
我们把名字写上，从此以后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不要再瞒着我了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没喝交杯酒呢，新婚之夜不喝交杯酒，不吉利。来，你想灌我？我灌你干嘛呀？你把我灌醉了，你就不用碰我了。这样，就算你死了，我还可以再嫁。交杯酒我喝，但是说好了，今天我们谁都不可以醉。好。你躲不掉的。
真是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新娘子。我给我的丈夫宽衣，谁也管不着。干嘛呀？这些疤，我回来要检查的。多一刀，你看我怎么罚你。我不想走，我想留下来陪你。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家，我们要生好多孩子，我们每年都要拍全家福。我不想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婉清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把信交给徐光耀，让他派兵来支援，这样我们才能守住江城，守住我们的家。到时候孩子、全家福都会有的，啊！可是对我来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变老，我们陪着孩子长大，这才是我想要的一切。你要是不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答应我的，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信收好了吗？平安符带好了吗？一直带着呢。我给你求的肯定灵验，子弹绕着你飞也打不着你。我信。可我还是舍不得你啊。没事儿，最多过2天，你就能见到我了。一辈子这么长，不差这一天，啊？我得走了，刘父的兵还盯着我呢。
万青，请。等我回来。司令，真不敢想象，婉清小姐看见这封信，回营备战。婉清，我的病动不了。为什么动不了？我们现在正在和芜湖镇守使2个师对峙，如果我的兵现在调去江城，淮南很快又会落入敌人手中。不过我已经向司令部通知了，司令部现在马上会调过去2个团，前往江城支援。可是刘飞有2万人啊，我们给他2个团只是杯水车薪。光耀哥，玄灵只有你这个希望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婉清，前一段时间，廖希有给谭司令发过前线简报。我调不动兵，他应该是知道的。不可能，是他自己亲口让我来找你搬救兵的。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啊？他信上写了什么？给我！婉清，你给我！不要激动！你给我！光耀兄，见字如面。江城危机遍起萧墙，我与谭家军2000余众，已被叛徒刘福2万大军困于城内，敌众我寡，孤军奋斗，为成功成仁，别无他途。我既已投身革命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兄与婉清自小相识，对他关切之音乃是一片赤诚。你我曾为同僚，虽相交不甚，心中却是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。我战死后，婉清心中必是痛疾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望兄悉心照料，务必要婉清将我忘记，快意余生。革命成功之后，若能回到上海，记得带他去老街吃生煎，去佘山看夜景。我欠他一生相守，此生无法偿还，望兄代劳，护他周全。人之相知，贵在知心，想光耀兄必不负我也。就此永别，感念之深。谭玄林绝笔。他骗我，他说要活着等我回去。我们昨天才成亲，他今天就不要我了。婉清，我要回江城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婉清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师长，我们要是丢了淮南，这可是军法论处啊！你闭嘴！再想想办法。光耀哥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我不勉强你，但玄林他是我丈夫，我必须跟他在一起。报告，报告师长，前面抓了一个徐伯钧的探子，指明说要见你。探子，查明身份了吗？
他说他自己是徐伯钧的贴身副官徐远。婉清，我有办法救谭司令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婉清，徐远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快跟我回来，我就起了疑心。可惜大帅一世英名，却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回来就是为了帮谭玄领班救兵的。副帅已同意和谈，并且将军权交给了我，我当然有权见机行事。大帅同意和谈，可没同意放过谭玄林。姓谭的害得大帅还不够惨吗？你不仅不替大帅报仇，还跟仇人沆瀣一气。徐远，我看就是这个女人挑唆的。你只是我父亲的副官，你管太多了。但我的命是大帅从战场上救回来的，大帅把我养大成人，教我做人做事。没有大帅就没有我，我有良心，不像你，白眼狼，不孝子。是，父亲当年把你从战场上捡了回来，你只有几个月大。听母亲说，你当时浑身发青，差点就死了。所以大帅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但你知道为什么父亲要把你捡回来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光绪22年，山东大刀会起义，父亲当时是巡防营管带，他带兵剿灭起义军，射杀了一对带着婴儿的起义军夫妇。那个婴儿只有几个月大，当时父亲走到婴儿面前，原本想用包着婴儿的包袱皮擦一擦带血的刺刀，谁知道就在他弯腰的时候，一个未死的起义军士兵向他射了一箭。父亲因为这个弯腰，躲过了一劫。他认为这个婴儿能给他带来好运，所以将他抱回了家。你骗我！这是我母亲日记本里写的。她觉得亏欠了你，所以她生前一直待你不薄。她这么做是为了替父亲赎罪。你们走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元哥，怎么是你？你都听到了吧？徐远自杀了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是他知道了真相，他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忠诚都错付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的忠诚也都是你骗来的，骗着骗着，你自己都相信了。所以你作恶的时候，你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
没有资格指责我。程大使这不拘小节，历朝帝王将相，那可不手染鲜血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世道如此。世道如此，你以为一个世道如此就能洗脱你的罪过吗？你杀了我哥哥，栽赃罗督军，骗我爸爸替你筹军饷。你拿穆婉婷来吊着闵大成，替你作恶多端。玄灵给我哥哥翻了案，你就想要他的性命，结果你害死了我爸爸，最后连顾小姐都死于你的手掌之中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世道逼你的吗？你这个泼妇，我要替光耀拔掉你这根刺。你这辈子唯一的良知，就是你还惦记着你的儿子。可是光耀哥，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安排。光耀，把光耀叫来。光耀在哪里？光耀哥，他在替你还债。你做的恶事，他一件一件替你弥补。立正！向右转！你不是想看你儿子吗？他正在院子里，意气风发地整顿军队。大帅是读书人出身，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半生戎马，力图救国。无奈局势艰难，对于救国之法，不得要领，所以下野以求自省。他现在就在这院子里，整装待发，准备连夜去支援江城。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你一定很自豪。
司令，是我。你伤口发炎了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出人命了。老傅，有酒吗？有。忍一忍。老傅，算我欠你的。等仗打完了，咱们好好喝一顿。那你说话可要算数。放！放！司令，小心炮弹！活捉谭玄林！是。你答应我的，说好的一辈子，一天都不能少。好，我说话算话，一天都不少。
谭玄林，你死定了！你为什么要给徐伯君卖命？为什么？唯一一个儿子，就因为挪用了区1万余元的军饷，被你爹处决了。你以为我是在为徐伯君卖命吗？不是，我是在给我儿子报仇啊！你肯定不知道，当年就是我把你爹的行军路线告诉了徐伯君，才导致你爹的死亡。今天要让你们谭家断子绝孙！原来是你呀！你骗我，你说过你不会受伤的。没事，没事。他还在呢。